俄罗斯引诱外国男子充当战场炮灰，乌俄最新战报围困8000俄军，俄军战术转变，海军逃离新罗西斯克港口，乌俄双方的总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俄罗斯再次扩军，土耳其态度转变，中断对俄贸易。9月17日，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表示，俄罗斯正在引诱叙利亚男子，使其成为乌东战场的炮灰。在整个乌俄战场期间，俄罗斯一直利用各种计划招募移民和外国公民，并将其引诱至乌俄战场，以弥补战场损失，并借此避免全面动员。重点照顾对象就是叙利亚。为了引诱叙利亚人参加乌俄战争，俄罗斯已经与旅游公司建立了一个计划。首先招募一些男子成为俄罗斯石油地区的保安，随后利用高薪等条件引诱这些外国男子进入乌东战场。等到抵达前线之后，最终解释权就归俄罗斯所有了。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揭露，这些叙利亚雇佣兵被当作大规模步兵袭击的炮灰，在受伤之后，这些雇佣兵也无法撤离，几乎无法善终，最后的结局就是逃离战场。至于原本承诺的高薪，自然也无法拿到。结合之前莫迪召回俄罗斯雇佣军中的印度人，以上这些消息大概并非空穴来风。为了避免自家公民成为战场炮灰，一些第三方国家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尼泊尔停止为俄罗斯发放工作许可证。库尔斯克战场8000名俄军被围困。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向维肖洛耶以及梅德韦日北部继续推进。俄罗斯第56空降团与第106空降师的部队正在格鲁什科夫斯基区执行任务。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报道，俄军在奥布霍夫卡北部与刘比莫夫卡附近发动反击。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军占领了乌斯佩诺夫卡，但是战争研究所并未证实这些说法。根据乌克兰高级军事情报官的说法，俄军已派遣38000名士兵前往库斯克作战，其中包括从乌东战线重新部署的突击旅。不过，为了避免战局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宣布对库斯克州雷尔斯基与霍穆托夫斯基地区进行强制疏散。就当前的局势来看，塞姆河以南即将成为俄军噩梦。当俄军轻松夺取斯纳格斯特，向刘比莫夫卡推进时，乌军在科列涅沃北部反击，夺取维特雷诺、杜罗夫卡和朱拉夫，并且向格卢什科沃方向推进。一旦乌军到达格卢什科沃，整个谢因姆河南部被分为2个区，将会有约8000名俄军面临被包围的威胁，也就是原先3000名俄军加上新投入的5000名俄军。虽然乌军无法一口吞下这支部队，但可以通过火炮和无人机慢慢消耗。如果俄军不能尽快打通补给线，单单是后勤问题就足以让俄军崩溃。红军村方向，乌军收复了东南部失去的阵地，并重新夺回了米哈伊利夫卡西部的阵地。谢利多沃地区，乌军成功将俄军赶出该镇东部。俄罗斯和乌克兰消息来源均称，目前谢利多沃地区的前线位于铁路附近。在红军村方向作战的乌军称，由于俄军派遣士兵支援库尔斯克，自2024年9月初以来，在红军村作战的俄军已经改变战术，不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是以突击队的模式袭扰作战，并利用防风林和建筑物进行掩护。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袭击了位于沃夫昌斯克市中心的乌克兰阵地，也就是沃夫昌斯克骨料厂。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乌军已经收复了该厂失去的阵地。俄军则是向哈尔科夫市东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表示，俄军继续在沃夫昌斯克发动攻击，但是在其他地区的活动节奏有所放缓。在哈尔科夫市北部的利普奇、赫利伯克、卢基扬奇以及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斯塔里奇亚附近，俄军并未发动积极的进攻行动，仅仅是侦察无人机使用量增加了约40%。即使俄军仍然存在这些地区，并正在进行内部轮换，并提供后勤支持。哈尔科夫方向的战况与红军村地区类似，俄军以侦察和小型步兵群推进。当前的沃夫昌斯克几乎完全被摧毁，俄军则利用附近的森林进行掩护。卢甘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克里米纳发动进攻行动，并在克里米纳西北的马基伊夫卡附近的防风带附近略微推进。隶属于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第2摩托化步枪师和第4坦克师正在向奥斯基尔河推进，距离克鲁利亚基夫卡大约只有3公里。
黑海地区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证实，由于担心乌军使用远程武器袭击新罗西斯克港口的军舰，俄罗斯海军已经逃离新罗西斯克港口，已经没有一艘船只，俄海军可能会将这些船只向南撤离到格连吉克之后。乌俄双方在战争中损失的士兵已经超过100万人，俄罗斯再次扩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乌俄战争开始以来，乌俄双方的士兵死伤总数已达到100万人。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很难确定战争中死伤的确切人数。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拒绝公布官方数据。目前，乌俄双方每日更新的战报都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水分，只能估算。《华尔街日报》援引来自知情人士的机密数据指出，乌军死亡人数为8万人，受伤人数为40万人。北约情报部门对俄罗斯损失的估计各不相同，最有可信度的就是死亡人数达到了20万人，受伤人数约为40万人。虽说俄罗斯的损失更大，但局势明显对乌克兰不利，或者说影响更大。乌克兰的人口比俄罗斯的人口少得多。不过，俄军并非本土作战，会有一定的局限，伤亡速度更快。乌克兰认为，俄罗斯每月秘密招募3万名士兵，才能弥补俄军的损失。而为了避免大范围征兵，俄罗斯一般针对来自经济较弱地区的新兵或移民。由于战场失利，俄罗斯已经认识到营级战斗群的限制，并再次扩军。9月16日，普京签署法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人数从大约220万人扩张到230万人，其中包括150万名军事人员。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在2022年12月就提出了150万名战斗人员的目标，其中包括69万名合同兵。这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扩军了，上一次扩军是在2023年12月，当时俄军规模达到了220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32万人。这次扩军之后，俄军总规模增加18万人。2022年8月，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人员增加了17万人，也就是说，自2022年以来，俄军的作战人员增加了约35万人。普京签订的新法令将于2024年12月1日正式生效，这又意味着俄罗斯将从2024年12月开始增加招募的人数，以达到150万名士兵的标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这次征兵并不属于新一轮的动员，而是类似俄罗斯春季以及秋季征兵。俄罗斯的打算应该是想要通过大规模的部队改革来增加俄军的规模和整体能力，包括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组建新的军团、联合兵种军以及机械化和空降师。这点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俄罗斯军改失败，开始旅改师。只是由于乌俄战争或者说伤亡过重的原因，俄罗斯的征兵并不是很顺利，征兵率不断下降。与2023年的招募率相比，2024年的俄军招募率可能会有所下降。俄罗斯官员在2023年底表示，俄罗斯国防部以每天约1600人的速度招募，但是乌俄战场上的伤亡率已经达到了每天1000人左右。虽说这个数字里面会掺水，但还是影响了俄本土人员的参军意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24年8月的时候，俄罗斯增加了士兵的薪酬，不过最终成果如何尚未可知。俄罗斯存在征兵问题，而乌克兰则是无法进一步提高战力。战争研究所表示，想要提高作战能力，乌军必须增加机械化武器的数量，包括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和坦克。当前的乌俄战场，虽然乌军通过无人机缓解了火炮短缺的问题，但这些无人机无法满足传统野战炮兵的战术需求。当然，乌克兰也已经采取措施，目前已经可以自主生产155毫米炮弹。不过，乌克兰需要从零开始建立工厂。火力军估计炮弹的产量不会很高。此外，从2022年开始，乌克兰就在增加装甲车的生产，包括装甲运兵车，但无法生产成熟的坦克。乌克兰步兵数量增加，不增加机械化武器的数量，导致乌军的战斗力无法显著增加。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无法大规模反攻。乌俄战场之外，土耳其态度大转变。9月16日，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瓦西里·博德纳尔表示，为了避免受到2级制裁，土耳其已经中断对俄出口贸易。同一天，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战争必须通过谈判结束，并强调和谈必须考虑乌克兰的利益。9月11日的时候，埃尔多安还表示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克里米亚必须按照国际法归还乌克兰。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土耳其一直选择站中间，但是最近明显站队乌克兰。各位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土耳其的态度出现转变？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近日在戈兰高地建立了一支新军——戈兰巡逻连。该部队的战略目的旨在收集情报，
又为黎巴嫩特定山区的作战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军的第179装甲旅也被迫出向北部边境集结，该部队是以哈战争后第一批派出加沙进行机动作战的部队。因此，外界普遍猜测，如果以色列最终决定对真主党进行地面战争，那么第179旅很可能还会是最先攻入黎巴嫩的部队。此外，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以军先前还对贝卡和巴德巴克地区发动了猛烈空袭，使真主党的7个军事基地遭受重大损失。随后又对梅图拉北部10公里不到的马哈穆迪耶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时隔数月后，又主动向以色列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但被以军的铁穹防空拦截击落。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并没有在境外将导弹击落，导致拦截的导弹碎片掉落在火车站附近，造成了5人轻伤。预计接下来，以色列将会对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据洛马公司新闻稿显示，其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空地导弹，名为 AGEM158X2。这款导弹即由 JA33KDO SA13改建而成，因此它能够利用其成熟的生产线、供应链等进行生产工作，可以显著缩短开发和生产时间。此外，与 JA-S3PER-ASM 系列导弹相比，其具有更远的射程和更大的威力，预计射程将超过战斧导弹的1600公里。这使得搭载机可以在更安全的距离发射导弹，并对基地造成更大的破坏。而且它独特的设计结构还能够与多平台兼容。除了 F-16外，所有能够使用 JA-LTE-SSN 或 L-2A-SM 导弹的战机都可以携带这款新型导弹。此外，洛马公司还在研究将该导弹部署在运输机上的可能性，并考虑研发从地面发射的版本。不过，目前该导弹尚处在研发阶段，预计还需数年时间才能实现正常交付。据自由时报9月18日报道，俄罗斯核市场负责人西尼岑对外宣称，目前已做好随时恢复核试的准备，指派最高层下达命令。这和俄罗斯之前的态度明显不同。此前，俄罗斯外交官表示，除非美国恢复核试，否则俄罗斯也不会恢复核试。不过，考虑到今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态，可能在必要时进行核试。如今核市场已经做好准备，普京是否真的会下令进行核试，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考虑到此前俄罗斯一再下滑红线发警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能又是在狐假虎威，想要以此来威慑欧美国家。不过，也有人认为，涉及到核武威胁，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那么，俄罗斯是否真的要恢复核试呢？俄罗斯的核市场位于北冰洋新密岛，这里曾是苏联进行超过200次核试的地点。最为著名的沙皇炸弹就是在这里进行了引爆。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情报卫星一直都在密切监视该基地活动。自去年夏天以来，从相关卫星捕捉到的影片显示，该基地有进行建筑工程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似乎真的是在着手恢复核试。据自由时报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为提升联机部队的侦察能力，美国陆军现已选定2款商用无人机，分别为安杜利尔公司的幽灵 XC、PD 阿布尤公司的 C100旋翼无人机，以此进行侦察测试。这2款无人机能够通过携带不同的侦搜设备来完成各种侦察任务，它们的续航时间均在75分钟左右，重量也都低于25公斤。最大的区别在于，幽灵航程约25公里，而 C100则只有约10公里。另外，据美国陆军透露，之所以选择这2款无人机，主要是因为其已在美国陆军部分部队中进行使用。例如，第101空降师第2旅曾于今年8月的联合训练中心演习上，使用 C100对抗使用幽灵 X 的假想敌部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陆军此次启动的联级无人机计划，与其正在进行的短期、长期侦察计划相呼应。美国陆军目前正在考虑更换现有的老旧无人机队，并希望有引入更多的商用无人机，以此来加快部队的现代化进程。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展示了一款新型的模块化炮塔迫击炮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将芬兰 Patriot 公司研发的 Patriot Nemo 系统整合至美国制造的装甲多用途车辆，再辅以先进的火控系统，即可使用美制迫击炮弹精准执行相应的射击任务。其中 Patriot Nemo 系统包含有120毫米遥控迫击炮，再加上独特的设计结构，使其能够安装在多种平台，包括履带与轮式车辆，甚至适用于海军舰艇，可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显著提升美军的作战效能。
另外，在此次展示过程中，美军士兵成功执行多次射击任务，充分展现该系统的多重能力，特别是多弹同发功能。该系统能同时发射多达6发炮弹，精准打击目标，而且该系统还能够保护士兵免受爆炸、超压及噪音等物理冲击的影响。鉴于Patriot那样为 M 的多能性，使其成为提升美军战斗环境中同时具备生存性与机动性的理想选择。目前，美国陆军正在与Patriot公司探讨将该系统整合至美军作战行动上的可能性。据朝鲜国家电视报道，金正恩近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视察工作，包括参观浓缩铀的生产设施，监督新型600毫米多管火箭系统试射，指导战斗人员操练等。随后，朝鲜媒体还公开了相关影片，用于展示现有的作战力量。对此，韩国表示，朝鲜增加核武材料生产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另外，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已宣布，将派遣50名空组成特遣队，驾驶 CP-140巡逻机进驻日本4州，以进行周边的安全巡逻任务，严防朝鲜进行海上潜在的舰燃料、货物转移等运输活动，同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其进行制裁。据自由时报9月18日报道，俄罗斯为防止军机被炸，建议采用将轮胎覆盖于战机等战术，来混淆来袭武器的影像匹配导引系统，从而降低被击中的概率。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首席技术长沃尔表示，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效，因为武器系统上的智能计算机在寻找飞机时，如果识别到飞机上覆盖有轮胎，系统确实会难以分别出这是一架飞机。其实早在去年，战区就公布过此类战术。去年秋季，俄罗斯首次使用轮胎来保护恩格斯空军基地的图95和图160轰炸机，防止乌克兰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此基地距离乌克兰边境约480公里。随后，其他俄罗斯军机覆盖轮胎的影片也相继曝光。除了轮胎战术外，俄罗斯还在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绘制飞机轮廓，以进一步干扰导引系统。甚至有俄罗斯海军基地出现前舰轮廓，以此来迷惑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鉴于俄罗斯频频使用此类伪装战术，从侧面反映出其军备资源已经严重匮乏，不得不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架军机和军舰。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伊朗近日利用腾飞103级火箭向太空发射了一枚卫星。由于这种技术同样适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而洲际弹道导弹可能会携带核武，再加上目前伊朗拥有的浓缩铀足以制造数枚核武器，因此欧美国家曾警告伊朗不要进行此类发展。鉴于伊朗此次的行为，欧美国家认为其已经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而伊朗却对其回应称，太空计划只是以民为目的。据路透社9月17日报道，为加强精准打击能力，美国正在加速测试 QuickSync 武器。这是一种价格低廉又可大量制造的炸弹，既可进行 GPS 指导，也可通过追踪动态物体寻标器指导。今年7月在环太平洋2024军演中，美军驾驶 B-2 轰炸机利用 QuickSync 击沉塔拉瓦号靶舰。随后又于8月在墨西哥湾的测试中，美国空军再次驾驶 B-2 轰炸机以 QuickSync 机飞机上船，成功验证了精准打击能力。此外，美国还在太平洋区域拓展其反舰武器库，例如美军于今年4月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前不久又准备在日本进行同样的部署。根据美国媒体报道，9月16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有几艘俄罗斯海军舰队日舰进入阿拉斯加附近海域，这是美国领海之外的专属经济区。在新闻稿中，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此次闯入的军舰包括2艘潜艇、1艘护卫舰以及1艘货船。双方相遇的地点是在波因特货库西北近100公里处。有消息表示，此次俄海军舰艇闯入该海域是为了躲避海兵，这个做法是国际规则与惯例所允许的。9月16日，根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领导人西马尔表示，在盟友们的支持下，哈马斯武装组织已经做好了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进行长期对抗的准备。根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作为哈马斯的盟友，在9月15日对以色列中部地区发动了导弹袭击。哈马斯在给胡塞武装的祝贺信中表示，与黎巴嫩以及也门等地方武装将摧毁以色列的意志。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可以成功围困这8000名俄军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